Hello，梅老师。Hello，李超老师好。好，梅老师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得有，很好，清楚。我这边没问题，可以吗？可以的，听得清楚。我们已经上线了，今天比较好。晚，我今天呢比较忙，这几天比较忙。梅老师，你也最近也比较忙，对不对？对，这个圣诞节要搞卫生。圣诞节啊，你光要打扫就很累了，对不对？对的。还好。哦，好，嗯。这个今天呢课件差点赶不出来，刚刚看不出来，最后一我们分钟，最后一分钟把它那个 PowerPoint 把它赶出来了。好，啊，好的，我说呢，好，赶不出来，我们聊天唱歌。对啊，有时候想说干脆每天都 free talk 就好了，就省得还要准备课件。好，嗯，那各位同学大家好，梅老师来了。好，大家晚上好。我们每个星期五都可以看到梅老师啊。那嗯，这个各位同学，哇，大家都上来了。那各位同学不要忘记了上来，来参加梅老师还有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帮我点赞啊，一定要嗯，关注、点赞，还要这个评论啊，comment。好，那今天就不跟各位同学打招呼喽。这个梅老师啊，我们就直接来上课吧，好不好？哦，好，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上什么呢？好，那今天我们要来上新 HSK 第4集中级词汇，中级词汇哦。我们今天就很简单，学2个词就好了。那请梅老师帮我们把每个词念2遍。好，第一个词语就是沉默。好，沉默，读这个沉是翘舌音，对，沉默。第二沉默。个词2个翘舌音，嗯沉重，嗯哼。沉重。好，这两个词语我觉得都算常用了哦，尤其第一个嗯蛮常用的。嗯好，阿能说梅老师看起来很开心啊，诶，谢谢，因为我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中文嘛，所以我很对，开心。我也很开心啊，为什么没有人说理查老师也很开心呢？好，OK，好，谢谢大家哦，有分享的同学，然后呢，有参加理查老师小土豆的同学，都谢谢你们哦。嗯，好，那这个沉默跟沉重啊，这2个词都算是常用的词汇哦。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词沉默。好，这个梅老师，沉默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用中沉文解释给默通常，同学听好。沉默这个意思呢，通常是我们很不说话，就是很对，安静嗯，啊，表示沉默。用沉默就这个是你不来表示。说话，然后呢，所以啊，我们这个沉默呢，它是一个形容词，我们嗯，一般会使用保持沉默这样的词语哦，保持沉对默。对，英文就是 remain silent，保持沉默就是你都不说话哦，可嗯，能因为某些原因你就不说话了哦，我们也可以说 keep silent，keep silent。那这个梅老师，我们什么时候会保持沉默呢？比什么样的如现在情李超老师在给讲这个词的解况？释的时候呢，我就对保持沉默，让李超老师讲。对别人在说话的时候啊，你要尊重对方，你要 respect，你要尊重对方，这个时候你就会保持沉默。那有时候呢，就像我们的例句一样，你也会保持沉默。我们念一下例句好了，麻烦梅老师。这个例句是：他不知道要说什么，只能保持沉默。对，他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他想不到要说什么话，所以他就不说话了。保持沉默就是不说话不说话。好，那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保持沉默这样的词语哦。好，这个是这位同学说我很喜欢沉默的汉子，沉默的汉子。梅老师，我们会不会说一个人的个性很沉默？他是个沉默的人。我们可能会说他的比较内向、安静，但不用沉默来形容对对一个人的性格。
我觉得沉默比较像一个 situation，不太像是一个 personality，不太像是描述一个人的个性在用的。我们比较少说他是个沉默的人，比较少比较少。我们会说他是内向的人like introvert，或者是害羞的人 shy 比较少说他是个沉默的人，我也很少听到这样说好。沉默是金这个梅老师最喜欢唱这首歌了，对不对？对，我很喜欢这一首歌。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算格言了算是谚语的沉默是金也是一个谚语对，好，这个梅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这位同学的句子？生气的时候沉默了，也许有时候对生气的时候就保持沉默不说话，就让自己冷静下来。冷静calm down， 让自己冷静下来所以呢，如果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会保持沉默生气的时候你会保持沉默。那你保持沉默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要冷静下来为了要冷静 calm down。好，冷静下来。刚刚梅老师说的是 calm down。你如果很生气的时候，你就不要说话，你保持沉默，你要把自己冷静下来好，这个 Paul， 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他是个人，他这个人吧，应该对，他应该是想他这个人想写喜欢沉默，喜欢沉默，但是我们还是用喜欢安静比较好一点。对，他这个人喜欢安静，沉默比较少去形容 personality 沉默。如果你说沉默寡言，可以是形容 personality 好，很多人这个都已经有写句子了好，那么Sikon 这句子很有时沉默不是不快乐，只是想把心净空。对，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有时候你不说话，并不是不快乐，只是你想要把心 clear up， 把它净空起来好，很好的句子，很地道的句子好 ，Norbert， 这个句子我来读一下。好，今天梅老师请理查老师吃晚饭。梅老师问理查老师，这个不要这个书名号，就说用2个冒号，2点，剩下2点好吃吗？理查老师保持沉默不是沉默，沉默2分钟，然后理查老师回答是：这个肉很 Q， 你吃吃看。OK，对，理查老师可以，我觉得 Norbert 的句子都会写得很好玩理查老师保持沉默2分钟，我们会这样说，对不对？保持沉默多久保持沉默1分钟，保持沉默3分钟，我们会这样说我们会这样说。理查老师保持沉默2分钟，这个很地道这个很地道。好，各位同学用上了哈。对，很棒。好，那我们往下看好，那这个刚刚已经有同学说了，沉默是金。那这是一个谚语了这是个格言，这个比较不是成语吧这是西方来的一个谚语了西方来的一个西谚。梅老师，你们会说不说西谚这样的用法？有时候有，我们会就外来的格言，对不对？对，外来的格言，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我们中文会说西谚，就是来自西方的谚语来自西方的谚语。好，西谚。好 ，OK， 沉默是金。好，这个就不说了 ，Silent is gold， 大家都知道了。这里的沉默是一个名词，讲的是沉默这个事情沉默，沉默是金。好，我们先往下看。梅老师，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说沉默不语？沉默不语好，沉默不语，它是个成语它是个成语。梅老师，什么叫不语？不语就是不说话。对，沉默是不说话，
不语就是也是不说话，所以沉默不语就是不说话，remain silent，然后 without saying a word，一个字都不说，什么都不讲，这个叫沉默不语。那怎么用也很简单，我们就主语加上沉默不语就可以了比如说理查老师沉默不语，就是理查老师不说话梅老师呢可能梅老师的儿子惹他生气了，梅老师就很生气，所以梅老师对，有时候梅老师的儿子 James 会惹他生气，梅老师就会沉默不语，梅老师不说话好，梅老师，那我们来先念一下这个小句好了。好的，梅老师 frozen 了，格言等于 motto，Second 格言比较像 proverb，proverb。好，这个我跟各位同学讲一下好了，因为梅老师他已经 frozen，梅老师回来了好，梅老师先等我一下哈，因为有人问说格言是不是等于 motto？格言比较像是 say a proverb 比较像 proverb proverb。好的，格言。好，来这个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这里。请出Ben老师这一次，请出Ben老师来了被Ben老师拒绝后，好，我们的选项有，一个美丽，好，不语，好，沉默，好，被拒绝就是 be rejected， 被某个人拒绝被拒绝rejected by someone， 被 Teacher Ben 拒绝就是这样 say no， 对不对？我不要这个叫拒绝，say no 不要。被 Ben 老师拒绝后，美丽不语沉默。好，各位同学，这题很简单，答案是什么呢？好 ，Sylvia， 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好，就是被 Ben 老师拒绝后，美丽沉默不语。好，那梅老师为什么美丽会沉默不语呢？因为他觉得有点伤心失落了，被 Ben 老师拒绝了。Ben 老师拒绝他心情不好，所以他不说话。所以沉默不语可能是因为你心情不好，也有可能你很伤心很难过，你就不说话了沉默不语。好，那么我们再念一下娟娟的句子。好，就是被 Ben 老师拒绝后，美丽沉默不语。好可怜的美丽美丽今天没有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她坏话好的，那我们再念一下这个晋慧的句子好了。好，就是被 Ben 老师拒绝后，美丽沉默不语。对，沉默不语其实就是沉默的意思，不过沉默不语比较用在动词的感觉美丽沉默不语就是你如果沉默不语，可能你不晓得要说什么，可能你很伤心，可能你也有这个意思，对，很难过等等的好，沉默不语。好的，对，美丽感到心碎美丽感到 heartbroken 我被老师拒绝了，我心好痛，心碎了好，失落失落比较像是就失望吧disappointed 失望。好，这个阿能失落的意思比较有点像失望的意思，而且你很伤心叫失落。失落跟失恋一样吗？梅老师你觉得呢？失落跟失恋是不一样的。失落是一种心情低落，很不开心。但是失恋呢，就是整一个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形容一件事失恋。对，失恋呢是表示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之后，所以可能你的心情不好，这个叫失恋。失恋主要是说这个事情就是男朋友女朋友分手之后这个就失恋了好 OK，
所以失恋是用在男女朋友上面，失落可能是用在任何让你觉得伤心的事情上面啊，都可以。好 ，OK， 没问题哦。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好，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个成语。哦，这个叫做沉默寡言。对，沉默寡言就是形容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了哦，就可以去形容一个人的个性。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个这样的人哦，他是个，所以你可以说，比如说理查老师是个，你可以说理查老师沉默寡言，你也可以说梅老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两种都可以。那这个梅老师，我问你，沉默寡言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个性呢？他这个个性一般是比较内向的，嗯，很少比较喜欢宅在家里面的，对然后呢，可能朋友也不多，对。嗯，然后沉默寡言的人，看到别人他是不太说话的，他可能说话说的非常非常少，这种人就是沉默寡言。那各位同学，你们懂沉默的意思，就是不说话。寡言，言也是那个话的意思。言语，对，寡就是少。各位同学，这里的寡是少的意思哦，少言。其实这个少，这个寡看起来好难，老师这个字好难哦。其实这个字就是少的意思哦，这个字就是很少很少的少哦。这个寡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少，沉默少言哦。我们会说沉默寡言，也就是不太说话啦。这个人不太说话，就是很安静的人哦，很安静的人。对，比好，较安静内向。内向，而且通常是内向啊，like 嗯，introvert。好，那请梅老师帮我先念这个句子。哦，又请出理查老师来了。好，是。理查老师很内向，好，我们看一下选项，第一个，第一个的人，第好，第二，二个也是个，第好，三沉默寡言。好，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的题目，大家就把答案写出来了啊。好，我们念一下 Christina 的句子好了。好，理查老师很内向，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可以，可以的。沉默寡言讲的就是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哦，讲一个人的个性。沉默反而少用在个性上，对不对哦？沉默比较对，不用在个性，但是沉默寡言是可以拿来形容一个人的 personality。沉默就不会哦，沉默就不会。好，再来Malik 的句子麻烦一下。理查老师很内向，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好，好，没错。非常棒。好，默默问了一个问题，麻烦一下梅老师。我是沉默寡言，可以吗？你要加上的人，我是沉默寡言的人，或者对，是我，嗯嗯，我沉默寡言也可以，不然就是嗯，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啊。对，好，这个各位同学，沉默寡言它是个 adjective，它是个形容词，所以你可以有两种用法。第一个就说，我沉默寡言，就是我是个不太说话的人。第二个用法就是我是个，或者我是一个，也可以沉默寡言的人啊。那它是去形容你的个性，形容你的 personality 哦。好，那么我们最后再念一下 Thomas 的句子。好。理查老师很内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好，那么我想问各位同学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呢？如果你是，你就说是；如果你不是，你就说不是。各位同学，你是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呢？梅老师，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不是，我是一个比较多的人，话所以很多，我是个话唠。话唠。好，那
如果你是 like very talkative 你话我们中文叫话，我是个话很多的人我话很多。好，不会呀，梅老师应该还好了好，如果我们要讲英文的 talkative， 话很多，那这个我们中文很简单，就是叫 talkative talkative。你可以说理查老师是个话很多的人，看到人就讲话，对，在中文现在的一个口头语叫做话唠。话唠，好，对，话唠就是一样都是讲话很多的人好。有的人说我是沉默寡言的人，春娇是。袁心说我不是沉默寡言的人，不是沉默寡言的人，不是沉默寡言的人。就可能是话很多的人好，玫瑰也不是，嘟嘟也不是Penguin 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好，沉默的人比较冷静。好 Norbert 说我不是这么沉默寡言的人，寡人，但是我也不是个话唠的人好，适中，站在中间的位置。对。梅老师，我们会说我也不是个话唠就可以了，对不对？对，我也不是个话唠就可以了，就好了。Norbert 不用，对，话唠就是个人了话唠就是个人，本身话唠就是讲人我也不是个话唠就可以了。娟娟说不是耶，我话很多 ，I'm very talkative 真的啊。木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沉默寡言的人，玲玲也是沉默。嘟嘟说：“我是个话很多的人。”多的人，对。爱说话也可以我是个爱说话的人。好，玫瑰说爱说话也可以，我是个爱说话的人，可以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他话很少，你就可以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看第85个词汇，叫沉重沉重。梅老师，我们如果用中文解释沉重是什么意思呢？沉重它就是有2个、3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它就是说表示心情不开朗，很不开心，那个思想负担比较重。对，沉重如果各位同学要用沉重的话，一般会用在我们的 mood 心情上面。中文很常说心情很沉重，好像你的心上面压着一个石头那个感觉很重，你的心很重，表示你 very depressed， 你心情很不高兴，很沮丧的感觉，这个叫沉重。一般是用来形容你的 mood， 形容你的心情那梅老师有没有别的意思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一件事情比较严重的程度，那个程度很深。对，这个事情给你很大的压力，这个事情给你很大的这个负担 burden。所以各位同学，你们有的人要去考 HSK， 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说这个考试很沉重这个考试好像一个 burden， 然后让你压力很大。这样就是沉重，所以压力很大。对，所以你可以说哇 ，HSK 的考试很沉重这个事情让你很沮丧，或者是让你压力很大这样的事情就是沉重的事情好的，所以我们特别说不好的消息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沉重，那或一个负担，一个 burden， 一个负担会让你很沉重。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可能这个物体的重量真的很重对好，其实沉重本来的意思就是东西很重东西很重比如说你哇这个杯子很重拿不起来，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很沉重所以都可以。好，那梅老师，我们简单说沉重就有3个意思了，对不对？对。我们来帮同学们梳理一下。第一个沉重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很重 ，heavy，我拿不起来了。你可以说这个东西很沉重，拿不起来好，那第2个意思就是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事情，让你觉得
那个压力很大。所以像考试，对不对？考试的压力是沉重的或者是某些不好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沉重。第三个，我们通常会用在心情很沉重，你的 mood 心情很沉重都会。好，哇，同学们已经都会用了呀好，那我们先念一下我们的例句好了，麻烦梅老师。就是和女友分手后，他的心情很沉重。对和女友分手后，和分手就是本来你们在一起，对不对？后来就分开来了，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分开来了，这个叫分手和女友分手后，他的心情就是 mood 心情很沉重。好，各位同学，你要把它学起来哦。我们会说心情沉重或心情很沉重。好，梅老师，我们如果不用很在这里，可不可以？可以，也可以换成非常沉重。对那这个很是可以不要有的，心情沉重我们也会讲，对不对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心情很沉重，你也可以说心情沉重，你也可以像梅老师说的心情非常沉重都可以用。好 ，OK， 没问题好，哇，大家都已经写了很多句子了好，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我们先往下看。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语法先教一下各位同学，我们就会说某个人的心情沉重，某个人心情很沉重都可以，也可以说非常沉重。好，那梅老师先帮我念一下这里。不好意思，李朝老师，我这个好，我再来念一下。好。听到叔叔得癌症的消息。好，再来选项第一个心情，第二个爸爸的，第三个很沉重。好，这题应该蛮简单的，各位同学你们试试看。听到就是 hear 听到什么消息？听到叔叔 uncle 得癌症的消息。好，癌症就是 cancer， 消息就是 news 听到叔叔得癌症的消息。好，心情爸爸的很沉重，这题答案是什么呢？好好，阿能这个句子很逗对呀好的好，阿能，我们有理你啊，怎么会心情沉重呢？好 ，Norbert 问说超级沉重，梅老师觉得呢？对，可以的，超级沉重是可以的，可以形容这个东西超级的沉重，可以。对 ，Norbert，如果你说这个东西超级沉重或超级重就可以了了超级重的超级沉重，我的心情超级沉重，如果你 funny 可以啦，比较 funny 的说法，我觉得可以，对，可以。好，那 Sicon 问说沉重等于沉闷吗？不一样。沉闷应该是像有点无聊的样子。无聊，对，沉重是你的心情很 depressed。对，沉闷是，比如说这部电影很沉闷，这部电影很 boring，我们会说沉闷。这本小说很沉闷，沉闷是表示很无聊。没有意思，引不起大家的兴趣。对，很无聊，引不起你的兴趣，你看不下去了那个感觉好，我们念一下米磊的句子好了。好，麻烦梅老师。就是听到叔叔得癌症的消息，爸爸的心情很沉重。对，好，非常棒。心情很沉重，各位同学要学起来。我们沉重都是这样用的。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好，再来我们念一下宋平的句子好了，麻烦梅老师。好，听到叔叔得癌症的消息，爸爸的心情很沉重。好，太棒了好，米叶问说明天有没有 HSK 1？ 有的，明天下午4点，理查老师会上 HSK Level 1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Habib 的句子。哦，他改了。一听到理查老师的母亲生病的消息，我的心情很沉重。非常棒。这句子很棒，而且它这个一就是有点，一听到什么事情就是感觉就是你一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了哦。好，类似是刹那间发生，听到对，那一瞬间，对，at the moment 那个感觉哦， ，yeah，很好。繁重跟沉重，梅老师觉得呢？不一样。繁重表示事情太多了，事情很哦，繁就是多的意思，所以繁重的意思是因为事情很多，所以可能你很忙，然后你忙不过来了，你的心情会变得很沉重。对，如果你的事情很繁重的话，你的心情就会沉重。所以繁重是说你的 schedule very tight. You had too many things to do, so we say 繁重。事情很多，而且都 very hard to handle。事情很多，而且那些事情都不好处理。very hard to handle. Your things are too many and very hard to handle. 这个就是繁重。好的，好。其实中文也很难哦，好多这种什么重什么重的意思都不一样哦。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那我们学到第二个关于沉重的话，我们会常常说沉重的打击，对不对，梅老师？这个很常用，沉重的打击。所以你可以说某一件事情 something 对某一个人，是个或是一个沉重打击或沉重的打击都可以。所以你可以说比如说刚刚的句子，叔叔得癌症对爸爸是个沉重的打击，可以这样说叔叔得癌症对爸爸是个沉重的打击，可以这样用好，所以就是一个 like a very 这个沉重的打击，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很大的伤害，然后让你心情非常的不好，这个就是沉重的打击好，所以我们人生都会遇到一些沉重的打击好，对，好的，那这里我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这里。父母亲的死。好，再来选项。好，第一个是个。好。第二，对他。好。第三，沉重的打击。好，各位同学，请把答案写出来。我们人生当中都常常会有一些沉重的打击，对不对好，那这个不过有时候沉重的打击会让人成长，对不对？会让人 grow up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伤心好的，哇，好多人答案都已经写出来了。我们念一下这个立新的句子好了，麻烦梅老师。好，这个就是父母亲的死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好，没有什么问题。好，原新的句子麻烦梅老师。父母亲的死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好 ，OK， 击就是袭击，对吗？梅老师觉得呢？我们击当你组一个词语的时候，你可以组成时机。时机一般是那个外来侵略者对一个国家的一个突击的情况。对，击其实本来的意思是打的意思啦 ，hit 击里面的意思是打的意思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对某人来说，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对，可以来说。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也可以加上来说，但不加也没有关系，不加也没有关系。好，你可以说对他来说也可以，对他来说也可以好，没问题。OK， 好，那我们就这个用法，请各位同学记起来沉重的打击。像比如说理查老师知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我就可以说妈妈得了癌症
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所以我们前面会加一些比较让你伤心、难过或者是很重大的事情，然后你再加上对我对你、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好，就可以这样用。好的，好，没问题，我们就往下了。好，我们可以考试了耶。好，来，那梅老师，我们来帮各位同学梳理一下，我们第一个学到的词语叫沉默。好，梅老师再解释一次沉默的意思是什么呢？沉默一般就是说不说话，比较安静。比较安静所以我们可以说沉默寡言，是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对不对？我们可以说李老师沉默寡言，或者是梅老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表示他平时都不太说话。不太说话。那你也可以说，如果一个人遇到了一件事情，让他说不出话来，你可以说沉默不语。沉默。我们可以说，美丽被 Ben 老师拒绝后，她沉默不语，说不出话来，太伤心了。对。好，那第二个词语叫沉重，梅老师再帮我们解释一下沉重的意思。沉重我们就是刚才我说有3个解释，第一个就是物体的重量，一个物体的重量很重heavy， 对。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一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对，你可以说考试压力很沉重，或者是某个东西让你感到压力很大，你可以说，就可以说某件事情很沉重。那第3种用法呢？第3种就是表示心情很不好，思想负担比较沉重。然后我们就常用心情沉重或心情很沉重这是我们常常说的用法。哇，菲尼写的句子好长啊。好，那我读一下。好。今天早上妹妹起得特别早，就坐在窗前郁郁寡欢，沉默不语。太厉害了。哇，用了2个成语好，看样子像心事重重似的3个小成语了。3个成语了。心情沉重一整天，一家人看他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比较常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在中国大陆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真的OK 都可以，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到了傍晚，他忽然高兴了起来，原来他找到了丢失的巧克力菲尼开始写小说了这个好像剧情非常棒。这个句子。好，Momo的句子呢？破产让我越来越沉，你可以这里要改一下，就是破产让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对，不能说越来沉默寡言，越沉重的人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你可以说破产让我变得沉默寡言，让我感觉压力非常沉重，你可以这样改。这个 Momo 越来越比较少用在沉默寡言上了破产让我对，应该说破产让我变得沉默寡言对，然后这个压力很沉重。对，破产的你可以说破产的压力很沉重都可以。好，让我变得沉默寡言。对，让我变得沉默寡言从北京搬到上海，为什么会是沉重的打击呢？表示他很不想搬去上海嘛
他可能是也许从北京搬到了上海，上海那个地方给他可能是失恋了，在那里有一个沉重。因为这位同学写的不够清楚，我们不太晓得是怎么样的打击，对不对啊？对。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准备来考试了哦。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题。好，麻烦先请梅老师帮我念选项。好的，第一个沉默，沉默。第二个沉重，沉重。好，我们的题目是女孩低着头，什么不语？这题简单了哦。好，书分题。低着头就是这样子，头低下来，低着头，低着头，就像这个图里面一样，头低下来，低着头。女孩低着头，什么什么不语呢？好，这题好简单哦。好，我们念一下玫瑰的句子好了。很快哈。女孩低着头，沉默不语。很棒。好，玫瑰很好。好，娟娟问了一个问题：闷闷不乐等于心情很沉默？不是，这个沉默不用在心情。对，沉默是用在话语方面，它比较沉默，形容一个人话少用沉默。但是心情呢，只能够用沉重来表达。对，娟娟，我们沉默不一定是因为心情不好哦，沉默不一定是因为你心情不好，所以它不一定等于闷闷不乐哦，不一定等于闷闷不乐。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不会说心情很沉默，不会这样说哦。沉默是你很沉默，他很沉默，不会说心情很沉默。然后你不说话，并不一定是因为心情不好啊，所以它不一定等于闷闷不乐哦。对，好，那我们念一下裴静的句子，麻烦一下梅老师。裴静说：“女孩低着头，沉默不语。”非常棒。那她可能在想事情吧？低着头，可能她在想事情。那可能是害羞，这个女生可能觉得很害羞，也会沉默不语。对，有时候你低着头是因为你 feel shy， 你觉得害羞，所以你低着头不说话。好的。女孩低着头，沉默不语。好，大家都答对了啦。沉默不语是个成语啊，成语。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题，我们请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选项。第一个沉默，第二个沉重。好，来，我们的句子是：在中国，中学生的考试压力很什么呢？好，这个不一定在中国在很多地方的考试什么很怎么样呢？好，那这个你们告诉我们答案哦。在中国，中学生就是 like high school students 的考试压力 study pressure， 要读好多书，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当中学生很可怜的，每天要读好多好多的书哦。对。中国的考试压力很大哦，考试压力很大。那个高考的学生，高三的学生，那个桌子前面呢都是书，只留一个脸的空位，看着老师黑板。哎呀，太辛苦了。很辛苦，很辛苦。好，我们念一下 Christina 的句子。好，在中国，中学生的考试压力很沉重。Well done。对，感觉好像那个。你背着很大的压力，很沉重，就是觉得哇，你觉得压力很大那个感觉就 pressure stressed out 那个感觉就例如你背着那个书，一座像书所以很重，对不对？很 heavy 的感觉这个压力很 heavy 在你的背上的感觉好，我们念一下宋平的句子好了。好，在中国，中学生的考试压力很沉重。好。Norbert 又来写了很长的句子，我们看一下好了。好。在中国，中学生的考试压力超级沉重，所以他们好好准备，在花哩直播就行。花哩是什么？是直播，这是一个直播的平台吧？好像是一个直播的平台花哩。好的，这个超级沉重可以了，
考试压力超级对，沉超重，可以。级沉重，对，可以，如果你要说 super heavy，可以这样用哦，可以的。好，诶 Sophia 来了，Sophia 在哪里？我没看到她。他刚刚在那里跟我们说，李朝老师，梅老师，晚上好。这一个哦，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月我比较忙，没有时哦，我间上看到了，工作。有，我没有注意到呢。李哈哈哈。朝老师、梅老师，晚上好，不好意思，因为 Sophia 在找到工作了，所以他比哦，较忙，对然后对对又要上课，所以对他现在的压力很沉重，因为他对，又要工作又要读书，他还没有嗯毕业，所以他要继续读书。他现在又嗯，要工作，所以他现在的压力很沉重哦，对，压力我给你加油哈，加油加油哦，，come on，那个 Sophia 加油哦，没好关系的哈，霹雳霹雳，这就是个直播的哔平台了，哩哔哩，哦直播的一个平台，一个网站嘛，，OK，嗯好，OK，没问题哦，我们继续看一下最后一题。好，嗯我们请梅老师念一下选项。，OK，沉默，嗯，沉重，好，好，我们看一新冠下句子。新冠病毒对全球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好，新冠病毒就是 COVID-19，好，嗯对，有点像 to 的意思，to or 嗯 for，嗯，对全球的经济，全球就是像全世界的感觉，对不对对，啊？全世界，我global 经济嗯the global economy 是一个八八八的打击，好像这样，我觉得我想到打击，我就想到这样对，一拳打过去那个感觉嗯就是嗯，一个很大的伤害或很大的冲击那个感觉哦，对，就是很大的冲击，对哦，那个感觉打击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嗯好，嗯那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哦，司空说沉重的打击，沉重嗯，沉重。好，沉淀，我们念一下米磊的句子好了。好，米磊说，新冠病毒对全球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对，棒，沉重的打击很常用哦。沉重的打嗯击就是形容你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或者是这个东嗯西给你很大的伤害，给你一个 very 嗯 hard blow，very hard，very heavy blow。OK，耶，永祥的句子麻烦一下梅老师。好，新冠病毒对全球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没有错哦。好，那各位同学，比如说你也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上面哦。比如说，我给各位同学一个句子，你也可以说，像这个缅甸这个国家呢，它前一阵子政变了，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梅老师可以帮我念一下吗？好，就是政变对对缅甸的经济是个沉重的打击，沉重的打击。对，加个的会好一点，沉重的打击哦。那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一个事情对什么人是个沉重的打击，是一个也可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哦。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用这个句子来做很多不同的变化哦。你也可以说对全球经济，对我，对他都可以，你们都可以去想一个句子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语法还蛮好用的哦，你们可以去学习。什么事情对什么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很好用，很常用。就是这个事情对你有很大的伤害，这个事情对你，这个事情让你觉得心情很沉重，让你觉得很受伤，都可以说沉重的打击沉重的打击。好 ，OK， 太棒了，我们今天呢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了，我们把沉默跟沉重都教好了哦，而且我发现各位同学都已经会用了很好。好，那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沉默跟沉重都蛮常用的哦，都蛮常用的，经常会用到。像各位同学，你们的人生也会遇到很多沉重的打击你就可以用到这个词汇阿能怎么啦？
被风吹过来，听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得不黑也不白，不好也不坏。哦，好有意思的太一句话。厉害了，阿能。哇，这句话很有意思哦，阿能哪里学来的哦？好，OK，没问题哦。好，那梅老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吧。好，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再继续教同学们不同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喽，梅老师，那我们下次见喽。好，李超老师再见。好，梅老师再见，拜拜。大家再见，拜。好，好，今天特别谢谢梅老师哦。每次梅老师来，我们都会学到很多很实用的中文，所以各位同学，每个星期五不要忘记了要参加梅老师跟理查老师的课。那各位同学，明天呢下午4点我们要上 New HSK Level 1，明天晚上10点半，理查老师要教成语啊，明天教成语。那今天大家早一点休息吧。因为今天老师有点累了，想去睡觉了，头好痛。好，那各位同学，明天见喽。好，拜拜。